阔的天空，挣脱怀抱，张开了翅膀，我们飞向希望。就算跌倒，不怕嘲笑，继续奔跑。就算烦恼，不会逃跑，坚持到老。失去了全部，还有骄傲。我的人生，我要自己去找。对酒当歌，要深造，吹响青春季节号。年少的热情迎着风飘啊飘，我们前程知多少？吹响青春季节号，年少的热情迎着风飘啊飘。对酒当歌要深造，吹响青春季节号，年少的热情迎着风飘啊飘，我们前程知多少？吹响青春季节号，年少的热情迎着风飘啊飘。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财大电视台，我是代班主持人单丹。今日我校有2支辩论队打进省赛4强，今天由我单丹为各位带来现场报道。我们先来看看一队，来一队啊，我们一队都太熟悉不过，就不浪费时间了，来看看2、3、5队，来2、3、5队。我们是冠军。从客观上来讲，南北说的是对的。对手都很强，只能说我们尽力吧。不尽力，我们也是最强的。据说一队的队长刘燕子已经名花有主了哦，所以谁也不要给我打他主意啊！好，来，大家好，今天紧不紧张？说实话肯定是会有点紧张，但是我觉得我们的队友都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让我看好你哦，来，小鱼。我们加油！下一场比赛你们有信心拿下吗？尽全力吧。看来赢了啊！猜都猜得到。赢了，决赛等你。可算是找回点对刘燕子的感觉了。什么感觉？想抽他。哎，你们的队员做得好端正。你们的队员倒是很活跃。那个，我平时都是采取放养的，这样能够调动他们积极性嘛。你是不是管太严了？总要让他们自己能够。那时候你倒是管得不严，结果嘞？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次比赛的半决赛现场，我是今天比赛的主席李义杰。今天2支会师半决赛的队伍将共同探讨接受现实还是改变现实更需要勇气这个话题。
所以我方的观点是，接受现实比改变现实更需要勇气。谢谢。立论不错，扎实清晰，就是结构太陈旧了，现在都不流行三段式了。习惯了，这么怀旧啊？忘不了。那个定义不错，应该会趁我们没有反应过来，放在第一轮质询吧。嗯，谁想的？算是你帮我想的吧。对方辩友的立论中指出，有时候现实是不可改变的，因此改变现实就需要面对绝望的勇气，对吗？一辩。对，没错。请举个例子，这种现实是不可改变的。三辩。玩这么野？啊，他呀，比较懵。比如万有引力定律就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不对吧？只在经典物理中，万有引力才存在，因为万有引力是牛顿对现实的一种描述，而非现实本身。请问四辩，什么是现实？现实就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或者事物。如果牛顿的描述本身是客观存在的，为什么不能称之为现实呢？我想是可以的。如果现实不可能被改变，那改变现实需要的到底是想象力还是勇气呢？一辩。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难道不需要勇气吗？反方违规，不得反问。小鱼跟一男不学好啊，不长记性。你还说人家？我记得当时你一着急就抢答反问，老是犯规。所以说就是他们老是不学好。你们这个二辩不错啊，很冷静。他呀，他以前可不是这样，也是个惯犯，跟你一样。不过你们这一轮质询没有实质性的推进啊。打个平手也不错呀。是吗？我怎么觉得是丢掉了先发制人的好机会呢？对方辩友，你们好。按照您方的意思，接受现实就是改变自己，对吗？四辩。是的。那您方判断谁更需要的标准是什么呢？一辩。哪个更困难，哪个就更需要勇气。为什么改变自己要比改变世界更加困难呢？难道您方的标准是建立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吗？三辩。当然不是，您方定义改变现实是客观，而接受现实是主观，这本身就是有问题的。那请问什么叫接受现实？就是对现实不做任何改变的一个状态。做决定当然是一个心理过程，为什么心理过程不是主观的呢？一辩。对。做决定是一个主观的心理过程，可是改变现实不也需要做出决定吗？这不同样也是一个主观的心理过程吗？所以我们今天要比较的就是这两者之间谁更需要勇气。改变现实是一个主观过程，对方辩友想告诉我，万丈高楼平地起，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这都是靠主观想象完成的吗？一辩。不是。您方的观点是越困难越需要勇气。那么再次请问，为什么改变世界要比改变自己的内心更加困难呢？到底是改变万有引力定律，还是个人挑战整个社会的不公？哪一个比做心理建设更简单呢？我搞砸了。完了，这判断跟定义全都给丢掉了。对方用观众的第一反应来攻击论点，强行将接受现实与改变现实和主客观性质联系在一起，一下子就让我们的论点显得非常的可笑。你觉得我们的进攻有问题？你们这层类比本身就很有问题。你们把改变现实和改造世界的行动等同起来，其实呢，却忽略了需要勇气的一定是心理活动，而非行动本身。没错。可是现在场面上你们已经压倒性优势了，这层意思要怎么有效地表达出来呢？如果是我，你会选择进攻。没错。下面有请正方三辩进行质询。您方定义接受现实是不拒绝，而不拒绝是一个被动行为。请问被动行为需要什么勇气呢？三辩。所以改变现实更需要勇气啊。那您方认为是接受现实是完全不需要勇气的，是吗？一辩。今天讨论的不是您方需不需要勇气，而是将接受现实与改变现实两者进行比较。您方接受现实固然需要勇气，但不如我方改变现实更需要。那什么时候不拒绝也需要勇气呢？四辩。南北是第四节的释放。
对手问了那么多问题啊？不知道，应该有大招。这叫苏格拉底辩论法，不断的针对对方的观点，发展成延续性的提问，直到出现悖论。为什么问自己的吃货呢？可是论点是对方的呀。比如有一个不喜欢的相亲对象，但是碍于面子，我还是要跟他去吃饭，我没有办法拒绝。这个时候是不是一种勇气？这份勇气到底是用在不拒绝上，还是用在下定决心的这个心理过程中呢？3遍。后者。这个心理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主动行为，而勇气只作用于主动行为上。而您方对于接受现实定义为是被动行为，这和我们今天聊的难道不是背道而驰的吗？4遍。问题是心理的过程可以指导我们现实的行为，这不是一件事情吗？如果是一回事的话，那刚刚您方2遍所做的主客分析和区分，难道不就没有意义的吗？不论是接受现实还是改变现实，都是心理过程来指导实际行动吧。漂亮。拉回来一点。还不错。对方们，你们好。当你们做一个决定的时候，面对未知和已知，是不是未知更困难一点呢？4遍。如果我的面前有2个按钮，第一个按下去我会死，第2个按下去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已知比未知更恐惧。那请问，社会上随波逐流的人比较多，还是勇于乘风破浪的人比较多？2遍。随波逐流吧。那敢于改变现实的人比较多，还是敢于接受现实的人比较多？1遍。这就不一定了。今天社会发展良好，我们绝大部分人都会选择接受现实。可是80年前抗日战争的时候，难道不是全民族奋起反抗，改变被日本侵略者蹂躏践踏的现实吗？很好，所以那段历史是不是极大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勇气呢？为什么抗战需要勇气呢？是不是改变更需要勇气呢？敢于对抗侵略者当然需要勇气，可是敢于直面自己，面对真正的现实，这份勇气就更加可贵。这就是为什么在面对日寇之时，急于改变现实的速胜论和无法接受现实的必败论都纷纷破产的原因。只有当我们认清现实，才能找到真正的胜利之道。论持久战。打平了。我的理论逻辑还没修补呢，这样下去还是你们赢。不过你们这支队伍真的很不错。我运气好。看你的样子，感觉又像回到了从前呢。其实我专心看比赛。哦。申请暂停。现在我们反方队伍申请战术暂停，时间为1分半钟，期间2支队伍及教练可上台与辩手进行交流，计时马上开始。接下来就是要保住咱们的微弱优势，但他们反攻的节奏已经起来了，所以我叫暂停来打乱这个节奏。打得漂亮，但是对方仍有少量的优势，我估摸着总分上要比咱们领先个2、3分，但是不要怕，咱们一定打得回来。点点，对方教练叫暂停。是为了打乱我们的节奏，不要慌。下面最重要的是修补理论，下一个环节是小结。王楠，你来。好。暂停结束之后，他们应该会让4遍来做小结，目的是修补理论。不论从哪个角度切，我们都按照原计划做拆解，明白吗？好，知道了。小结，绕开刚才的进攻点，从改变现实不具有绝对可行性来拆解对方立场，怎么样？对，因为现实有很多不可行。单纯的等同于困难程度就没有意义了。这虽然不伤害我们的利润，但胜算太小。不行，我觉得我们得直面质询中的问题，从改变现实更需要勇气走。可是这个点刚才已经被打掉了，可以打回来，只有打回来才能赢。有把握吗？请2队教练回到观众席，比赛继续。相信我。我要相信你。加油！放心，小撒。加油！加油！
措手不及。好，那么比赛环节继续，下面有请正方任意辩手做质询小结。谢谢主席，大家好。今天这场比赛，我们当中必然有一方将止步于此，含恨离场。但当我们需要面对困难的时候，应该如何选择？面对它，还是逃避它？逃避现实真的很容易，我可以大闹会场，我可以说这场比赛有黑幕，我可以从此不再参加辩论，我也可以说我没有失败。但是如果面对它呢？我必须承认自己技不如人，我要感谢对方，即使自己有不甘和遗憾，也要微笑着去面对。但是对于每个辩手而说，每场比赛都输得心服口服吗？对于辩论赛的评判来说，有一个绝对客观的标准吗？没有。但当我们每次输掉我们认为不该输的比赛时，当我们不能再代表自己学校参赛时，当我们为了自己的热爱必须去参加一些不算比赛的比赛时，我们应该如何选择？面对它，还是逃避它？对方没有说改变现实是对抗这个世界的规则，这很难。改变现实面对的是一切未知，这很难。改变现实还有一种巨大的风险，叫我可能失去更多，这很难。但对方辩友，有一样东西，改变起来比这些所有加起来都要难，都要艰巨的多，那就是我们自己。当我们接受的是现实，那意味着要改变自己；当我们坦然接受要战斗的事实，那意味着要改变懦弱的自己；当我们要接受失去亲人的现实，那意味着要改变这个习惯于依赖的自己。如果要接受曾经因为他的懦弱和犹豫失去了一生的真爱，因为之前的迷茫和胆小做了很多糊涂事儿，也说了很多糊涂话的自己的时候，我们必须把自己改变成敢于追求并且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不困难吗？这太困难了。我方认为，接受事实比改变事实更需要勇气，因为这是一个坦然的过程，这是一个自我塑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我们虽身处泥沼，但心向星光。谢谢。现在比赛结果已经在我手上，本次比赛的获胜方式235辩队，恭喜235冲入决赛。我要不看在脚下的那场，我早就大杀四方了。那几个，我估计他这会儿没啥心思。恭喜！拉什么？啥瓜？今天麻烦你了，还让你专门送我一趟。把行李箱扔到喷泉里啊！成吧。不成。上啊，不能让他走啊！上啊，你箍住他呀！壁咚啊，掐稳啊！不好意思，我太激动了。那再见。再见。还以为要追一会儿。甜甜，不要走，不要去什么加拿大，留下来好吗？
就算要走的话，我跟你一起，带上我好吗？我不想再放过你了。我不想等到我们老了的时候，我才能见到你。我更不想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去后悔当时我为什么要让你走。我什么都不要了，要么你像一件行李一样把我带走，要么留下来。我必须要去加拿大。但是我是去探亲的，还会回来的。我这次回来，你可不许再跑了。本届省辩论联赛的决赛将在2日后举行。挺进决赛的2支队伍分别是我校校辩论队和我校原二队现在的235辩论队。我校校队在队长刘彦泽的带领下，以总积分第1的成绩最先闯入决赛。值得一提的是，4名选手在去年联赛中以同样的配置获得了亚军的优异成绩，而235队作为最后一支获得联赛名额的社会队，最初并不被看好，但作为本次赛事中最大的黑马，最终以全胜纪录杀入决赛。让我们敬请期待这场巅峰对决。讨好队长，这次比赛你们爆了个大冷门，赛前有想到吗？我们一开始也没有想那么多，只想着把每一场比赛都打好。那个根本就不用想，都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事情。决赛的对手还是1队，之前有过2次败北的记录，这次有信心吗？我们会继续努力的。我们当然有信心了，特别有信心。我跟你说，1队在学校里趴窝的时候，我们在外边早磨练很多久。马南同学，作为235队的三井寿，再次回归赛场，有什么感触呢？我觉得讨好之前带这些问题儿童还是挺辛苦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是我们235队的中流砥柱，我叫南北，然后是那个流川枫的外貌，然后那谁的实力，别，实力还有我就是南北，谢谢大家，请大家记住我，谢谢。那你们认为这次比赛胜负的关键在哪儿？可能是1队的刘彦泽吧。不是，我。怎么样？有没有陶醉在我的盛世美颜里？你说我要是因为你太丢辩论队的人跟你分手，不算是无理取闹吧？我发现这几天你们呐都没有了之前的斗志，就连团的这种脑子不装事的人都开始抑郁了。我怎么就脑子不装事了？我那是紧张。我也挺紧张的，我都已经2天没有怎么睡好觉了。你不紧张的呗？我只有大仇将报的兴奋感。马兰，你呢？我没什么感觉，但是如果小孩紧张的话，我可以提前培养一下。我就纳闷了，你们都紧张个什么劲儿啊？咱们离冠军只有1步之遥了。怎么说呢？就是你有一个目标，当它还很远的时候，你就像打了鸡血一样，特别有劲的往前冲。但这个目标突然触手可及了，你就患得患失了，生怕一个不小心，这些努力就都白费了。啊，对，我虽然总结不出来，但就是这种感觉。我怎么就是感觉不到呢？对不起，因为你神经太大条了吧？也是好事。好了，马上就要参加比赛了，有压力是很正常的。我们要把压力化成动力，开始准备比赛吧。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校园广播，我是你们的校曹单丹。众所周知，我校实力最强的235队不费吹灰之力打进了省赛决赛。虽然这一次的对手呢是曾经惜败的对手校1队，不过这1年以来，以南北为首的235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发图强，砥砺前进，一定能打出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在这里呢，南北同学给刘彦泽同学的留言是时候展现我们真正的技术。而穆小玉同学给殷南同学的留言是：我们定将以10倍奉还。好了，最后让我们以一首歌曲送给235队 ，We are the champion。队长，这是不是有点过了？队长，你女朋友你也不管管。
好好备战，别被这些事干扰。你给了多少钱？肺腑之言。南北，你这样怎么打败刘彦泽呀？别管他，别管他，他脑子有问题。我们继续，我们继续。医生，您再说一遍，什么病？医生，我们家老张住院都这么长时间了，病情也没见好转。要是有什么，你就直接跟我说吧，我能承受得住。教授得的是腰椎椎体狭窄，这也是导致他经常腰腿疼痛的原因，加上有椎体骨质增生的发展趋势，所以，我建议尽快做椎板切除和神经根减压的手术。哦，手术啊，那能不能物理治疗呢？教授的左手臂和右腿发麻有半年了吧？是啊，好，是半年对吧？啊，差不多。如果不做手术，教授发病的频率和间歇性跛行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甚至于会发展到下不了床的情况。啊，这么严重吗？那手术风险？一般这样的手术有90%的把握，也不要太担心。但是是什么？手术都是有风险的，尤其是你爱人的年龄偏大，风险也加大了。手术跟手术后的恢复也有所变故。总的来说，有20%的几率会影响结果，要么是术后恢复不当，导致瘫痪，要么是手术过程当中。当然了，保守治疗也是一种方法。你们尽快拿主意吧，教授，好好休息。谢谢。哎，谢谢你啊，医生。不是还有80%把握吗？比明天能醒过来的几率要大。297、298、299、300。OK。厉害，累了吧？这个真的能缓解紧张吗？真的，今天晚上你肯定能睡个好觉。为什么？因为累了。你这个时候可不可以正经一点？你看啊，你作为队长，你要对你的队员自信一点。那你身为女朋友呢，就要对你的最佳辩手男朋友自信一点，知道吧？那我先回宿舍了。那我数10下我就回去。好，我跟你一块数。1、2、3、4、5、6。自己而存在，不用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不用才是自由，不用意味着自己而存在，才是真正的自由。世上有无为之事。363个羊肉串，364个羊肉串，365个羊肉串，366个羊肉串，367个羊肉串。本场比赛的获胜方为反方，恭喜他们。本次比赛的获胜方是
东周财经大学代表队。还好，心态稳的一批。 总觉得一有闪失，之前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那我们现在来盘一下下次比赛上场的人数吧。 当然是我们最强配备你们4个啦！团子，虽然满蓝进队之后你上场的次数少了，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质疑过你的能力啊。对啊，你也是校队主力嘛。如果你想上场跟我们说，你提出来也没关系的。我觉得团子打住！知道你又要对我人身攻击了。我觉得团子可以一战。那谁下场？我。 你不会是想要我们上演一出苦苦哀求你的戏码吧？当然没有了，我们可以从2个方面考虑这个问题。第一呢，老教练不在，小萨也沉浸在恋爱中无法自拔。我呢，还可以在场外给大家一些援助。第二呢，我最近确实身体有点不舒服。你哪儿不适啊？我最近总是吐。 然后头晕目眩的，腹部还有积水。我感觉我最近人都消瘦了，但是肚子特大。你没事吧？能不能撑着？哎，我不知道，我反正就特别难受。哎呀，要不咱去医院吧？哎，不用啊，我去过了，医生说我得打一段时间的针。一段时间啊，看来很严重了。 你那个针是不是叫411啊？哎，对，就是它。我不知道为什么好难受。你得的这个是猫传腹，不传染人的。什么时候还开玩笑，找死！哎呦，头疼，不行了。哎，腰疼啊，阑尾疼，哎呦，我现在肚子疼，哪儿都疼啊！哎呦。 广大家长请注意啦！猫传腹已不再是绝症，如出现持续低烧、食欲不振、白球比低于0.6的宝宝们，请及时治疗，还是可以救活的哟。南北是不是真的不舒服啊？你要不要去看看？他呀，肯定是最近小鱼的心思都在比赛上，忽略了他，所以就矫情找存在感呗。估计是昨天被咱们给怼狠了，今天想要重视一下这个比赛。哇，小豪姐，你发财啦！我们没有点这么多呀。送给你们的。怎么这么久了，终于混脸熟了？今天怎么收这么早呀？我还想看小杨唱歌呢。就是。小杨，你们去哪？我们快要毕业了，而且这儿老板说要装修，我们就先撤了。 那你们转站去哪儿？跟我们说一声，回头我们比赛完了去看你。我们解散了。解散了。乐队成立快4年了，也没做出什么成绩，就是辛苦了水哥，怪对不起他的。挺好的，这样我也轻松多了，以后不用刷碗洗盘子，跑着送快递了。 一直以来都是水哥打工支撑着乐队的开销，不然也不可能撑4年。所以啊，这对我们来说，也算是一种解脱了。就是这些东西，也不知道往哪放。要不放我们训练的阁楼？
反正平时我们都训练，平时也不去。太好了，来，送你们的。酒水免单，那我也免费喝。 yes。水哥，我小乐，都在我的心里面。不是，我是说能不能再给我一张？我给我男朋友。医生，您说有80%的希望，也就是说不会有事儿吧？任何手术都不能保证没事儿，只能说成功率很高。那除了手术，还有其他的办法吗？如果保守治疗的话，还像以前一样，靠药物和日常理疗。但是根据检查报告来看，已经错过了最佳的药物理疗时段，有可能会引起瘫痪。当然，这个也因人而异。啊，那医生，我们回去商量商量啊。行，需要尽快决定。哎，那医生，谢谢你了，谢谢啊。背着我偷吃什么呢？啊，我看看啊，我看看。小撒，不听话的孩子，我说我不能吃油腻的，我生病了。孩子一番心意，非送这么一个肉来，扔了可惜，我就吃。行了，行了，行了啊！就吃了一口。老伴儿啊，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啊。刚才我跟医生谈过了，医生说呢，以你目前的情况，不用做手术。所以呢，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吃什么呢就跟我说，我给你去做。但是呢，你这个血脂啊、血糖有点高，所以呢，你还得控制一下。听明白了吗？哟，听明白了吧？啊？老伴儿。说实话吧，我还能活几天啊？呸！瞎说什么呢？你瞎说什么呢？啊！哎，你再这样我就走了。我说错了，我说错话了。我就觉得我真的不用做手术了吗？当然了，不用做手术了。幸福来的有点突然，不太习惯。你晚上想吃什么？我想吃宫保鸡丁。啊，宫保鸡丁是不是啊？好，我晚上就给你做。哎呀，老伴儿真好。风儿走了，鸟儿飞了，太阳落下。那个，我们2队马上就要比赛了，总是这样见面会不会不是很好？要不比赛前我们先不见了。我是觉得。可能应该要避避嫌。不用吧？真的？我们不聊这个不就好了呗？再说，我们之前也没聊过关于辩论的事情。也对。我还以为你会同意呢。这种送命题我还知道答案的。哦，对了，南北最近是不是很奇怪？你怎么知道？我刚在超市看到他的。他干嘛？挺猥琐的。
南北那会训练又没来，我一会儿逮着他就把他对折扔护城河里面喂鸭子。你这招不仅狂野还没用，他反而更不会说了。我干嘛？我往身边，我监视他。你俩能不能别那么刺激？这个时候就应该拿出女孩子的武器。什么武器？刀、枪，还是什么？不是那个武器，是温柔。不会呀，我。南妹，过来一下。你的谦虚，统统都删去，写一首情歌给你，唱不出委婉待续。我把心也填满了空气，只留下回忆。写一首情歌给你，唱不出委婉待续。我把你的气息，你的谦虚，统统都删